普京的专机用来运送前线俄军的遗体。在2月20号，根据《莫斯科时报》的报道，俄总统空军飞行队正在悄悄地将在俄乌战争前线阵亡的士兵遗体运回国内，并将少量的尸体运往当地的停尸间，以防止公众强烈反对。好家伙，真就没啥飞机可用了呗？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大兵为各位一一道来。截止目前呢，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1年多了。要说俄罗斯损失不大，大兵是第一个不信。虽然俄军阵亡人数可能没有乌克兰说的那么多，但是绝对不少，要不然近期也不会有消息爆出啊。由于战场前线士兵阵亡人数太多，俄罗斯专门用来服务总统出行的专机被迫开发出了新用途，运送阵亡士兵的遗体。今日呢，《莫斯科时报》援引飞行雷达24网站航班数据的报道称，过去1年的时间内，负责俄总统出行的特种飞行中队立下的飞机数次被俄军用于运送前线阵亡士兵的遗体。其中呢，有一架航班号为 RA65911 的图154中远程客机，曾经呢用于服务普京的出行。在2016年，普京曾乘坐这架飞机前往邻近的俄罗斯地区，当时还留下了照片。而这架客机呢，也是归属于该飞行中队。该中队呢，又隶属于总统事务局，专门负责俄罗斯高级官员的出行。此外呢，按照《莫斯科时报》的说法，这架图154客机还在2022年3月向达达斯坦共和国运送了该地区第1名阵亡的士兵，并在当时引起了俄国内媒体的关注。不仅如此，除了这架客机之外呢，隶属于该飞行中队的其他型号飞机也被记录到用来运送士兵遗体的用途。通过追踪飞行雷达24网站的航班数据，统计出了以下相关数据：1月23号，一架安148-100E客机曾前往叶卡捷琳堡，后续有2名士兵遗体在该地区被埋葬。1月25号，一架该中队的雅克40飞机降落在了夏卡姆斯克机场，随后该地区的1名阵亡士兵举行了葬礼。1月26号，上述的那架安148-100E途经阿尔汉格尔斯克切列波维茨，几天后呢，至少有3名在前线阵亡的士兵遗体被埋葬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2月8号，又有一架隶属于该飞行中队的客机途经奥伦堡，然后前往车里亚宾斯克。过了几天，这2个地区就有6名阵亡士兵遗体被当地政府安葬。结合莫斯科特种飞行中队的飞行记录，《莫斯科时报》认为，该中队的客机每飞到一处，没过几天就会出现阵亡士兵遗体下葬的新闻，借此可以推断出，这些曾用于服务总统出行的专机正在被俄军秘密用来运送前线士兵的遗体。现今呢，《莫斯科时报》已经根据调查结果，向俄国防部和总统事务局发出了询问，想要确认总统专机是否被用来运送遗体，但是截止今日仍未收到任何答复。不过呢，一名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人士曾告诉《莫斯科时报》，俄国防部第223和224飞行中队在运送武器和人力的同时，确实参与了运送士兵遗体的行动。再加上飞行雷达24网站的数据，俄罗斯特种飞行中队的60架军用飞机中，在过去1年时间里，大约有46架一直处于活跃状态，侧面证实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另外呢，大家要值得注意的是啊，虽然俄罗斯正在将大量的士兵遗体运回国，却只有少量遗体被送往当地的停尸间。在这期间，每天还会规定数量，因为担心出现大量士兵遗体会引起国内的恐慌。比如2022年11月底，奥伦堡州的一个停尸房收到了28具在前线阵亡的俄军士兵的遗体，但是根据当地停尸房的一名官员所说，当地政府卫生部门下达口头指令，每天分发的遗体不能超过2具，确实挺讽刺的。至于为什么总统专机会用来运送士兵的遗体，大兵觉得这很大程度上与此前北约各国的一系列制裁有关。随着2022年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各国呢便开始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2022年3月1号，美国飞机制造业巨头波音公司向外发布声明称，已经暂停了对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零部件和维修支持，并且暂停了波音在俄罗斯的业务。次日，欧洲飞机制造巨头空中客车公司向外宣布，暂停了在俄罗斯的工程现场运作，并暂停对俄罗斯航空公司的支持服务，并在当天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已经停止了向俄罗斯供应零部件，并且停止向俄国内航空公司提供支持服务，以遵守此前2月25号欧盟公布的禁止欧洲公司向俄罗斯出售飞机和相关设备。
与此同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也向外发布新闻稿称，由于国际制裁，将停止向俄罗斯客户供应零部件和其他服务。面对如此强度的制裁，俄罗斯航空领域呢可谓是一片惨淡，特别是在民用航空领域，由于缺乏必要的零部件，导致事故频发。就比如说，在2023年1月份，短短1周内创纪录的发生了一系列事故，至少有7起涉及飞机的事件。1月5号。乌塔航空公司因空调系统故障被迫降落了一架客机。次日呢，又发生了2起飞机事故，一架从新西伯利亚飞往泰国的 Azul Air 飞机因挡风玻璃受损被迫返航，另一架从喀山飞往叶卡捷琳堡的客机因起落架受损，在起飞不久便返航。1月8号，胜利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从跑道上起飞，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这架飞机从跑道左转进入了雪地，导致飞机部分脱离了跑道。1月9号，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一架安2飞机在涅涅茨自治区硬着陆，机上载有10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事故造成2人遇难，分别是飞行员和1名女性乘客。不仅如此，根据俄罗斯国内媒体的报道，在2022年，俄国内共发生了超过130起涉及民用和军用航空的事故。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呢，我们不难发现，这与西方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离不开关系。空中客车首席执行官乔姆弗里曾发言称，对俄国内飞机维修质量表示担忧。他说，制裁使得俄罗斯航空公司无法维持必要的飞行服务。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也表示，俄罗斯的客机已经不再安全。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俄罗斯国内新闻网站援引英国媒体知情人士报道，俄罗斯各大航空公司已经开始拆卸飞机，以确保因西方制裁而无法从海外购买的零部件供应。这一措施呢，与俄政府在2022年6月提出的方案一致。当时呢，就曾建议各大航空公司使用部分飞机作为零部件来源，进而确保国外制造的剩余飞机至少能够继续飞行任务，直至2025年。事实上啊，不仅是外国制造的飞机，就连俄罗斯自己组装的苏霍伊100喷气式飞机也严重依赖外国的零部件。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俄航至少有一架苏霍伊100和一架空客 A350目前已经停飞，正在拆解，而且这架空客 A350几乎是全新的。另外，俄航空公司还正在从2架空客 A320和波音373上取走了部分设备，以解决该公司其他同型号飞机备件的需求。虽然说在全球范围内，为了让另一架飞机继续飞行而拆卸其他飞机零部件的做法呢，并非是没有先例，但是这一般是与财政状况有关。此前还从没有发生过该公司这样为了应对制裁不得不大规模拆卸飞机的情况。这里可能有人就要说了，不能从波音那里买，难道还不能从别的国家购买波音的零部件吗？答案是不能的。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每个部件都有唯一的编号，如果合同中列明是一家俄航空公司作为最终买家，那么即便是与俄罗斯关系较好的国家也无法为其供货。所有部件都必须在供应给最终用户之前告知波音和空客，因此俄罗斯很难绕过西方制裁，从第三方进口这些零部件。此外呢，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俄航空业近80%的机队由波音和空客飞机组成，共拥有134架波音和146架空客。此外呢，俄罗斯航空公司有近80架俄制的苏霍伊100喷气式飞机。根据飞行雷达24网站的数据统计，从2022年7月下旬以来，俄罗斯航空公司约有50架飞机一直没有再起飞过，占其机队规模的15%。与此同时，俄罗斯不仅是民用航空不好过，军用航空领域也非常惨。其实这一方面呢，只需要看俄罗斯2022年战机的制造数量就能看出来。作为全球少数可以研发并且制造5代机的国家，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呢，俄军用航空领域看起来非常强大，但随着一张统计图的公布，它的真实情况被摆在了世人面前。在23年1月份，俄国内著名的 BMPD 军事博客公布了一张统计图，内容显示了从2008年到2022年，俄军工部门每年所交付的各类固定翼喷气式战机的数量。从图中呢，各位能够看出，俄军战机交付量一直有所波动。2008年，俄军只接受了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而2014年，俄军却接受了高达101架战机。此后呢，俄军每年拿到战机的数量逐年下降，在2019到2021年期间，
基本保持在每年20架左右的交付量。以上这些年呢，从战机生产的正常规律来看，这些波动并没有什么问题。再加上这个数据的变化，不仅和近几年国际油价的波动成正相关，与此同时呢，战机的更新升级、新战机的生产线建设、技术工人的培训等等，都是需要时间。俄军需要的装备总量也有一个限制，因此新战机每年的交付数量并不固定。而这张统计图上真正出现问题的在于，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俄航空部门交付的战机数量并没有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竟然只增加了9架。在俄军最迫切的时候，国内生产部门的产能并没有快速提升。期间，苏30 MS2的数量保持在了4架，苏34、苏35以及最新的苏57虽然产量有所增加，但却极为有限。尤其是苏35，作为俄军现役的主力战机，在之前曾有过1年交付24架的情况，2022年却仅仅交付了7架，1年29架的交付量根本无法填补俄军在前线的损失。由于此前俄乌双方在战场装备损失数据方面并不统一，很难估计俄军在2022年到底损失了多少固定翼战机。乌克兰统计的200-300架应该是加上了非固定翼飞机。按照国外媒体的统计，截止2022年12月下旬，有图片证实的应该是67架左右，算是比较符合外界的估算。这就意味着俄军固定翼喷气式战机的补充速度还不到前线消耗速度的一半。这也充分说明了俄罗斯的战机产能已经降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地步。而导致产能下降的原因呢，一方面是由于早在俄乌战争开战之前，俄罗斯就已经常年经济不佳，军费开支严重不足，无法维持大规模新式战机的换装。从统计图上呢，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在2014年前后大幅换装新一批战机后，俄军战机的替换速度就慢下来了。另一方面呢，则是在各国对俄航空业制裁以及中美欧战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俄制战机呢根本拿不到国际上的订单，就连印度都开始放弃了俄制战机，计划采购西方战机。这也就导致了俄航空部门每年交付给海外的战机数量比交付给俄军的还少。就比如缅甸在2018年向俄罗斯采购的6架苏30，截止现今也只是交付了2架。没有充足的订单，国内工厂就没有办法开工，因此只能关闭部分生产线，导致产能进一步下降。到了真正需要产能的时候，却根本回不到巅峰时期的水平。另外，由于航空领域的制裁，俄军战机也开始频繁出现事故。在2022年10月17号，一架苏34重型战斗轰炸机在边疆区叶伊斯科市失事坠毁。截止当地时间10月18号上午，该事故已造成13人死亡，19人受伤。后续俄罗斯侦察委员会表示，经过专家对飞行记录仪的数据分析，坠机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机械故障。不仅如此，人为导致的事故也层出不穷。22年9月6号，根据俄国内媒体的报道，2架隶属于俄空军的苏34战机在利佩茨克空军基地附近发生撞击事件。虽然事后2架战机都平安降落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机身却损毁严重。9月9号，俄媒体再次爆出了一架苏34的受损情况。从照片中呢可以看出，这架战机的右侧机翼严重受损，机翼翼尖更是完全破碎，安装在机翼上的西比内电子战吊舱也消失不见。除了机翼外呢，它的水平尾翼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向下出现了扭曲变形，发动机尾喷管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形变。在更早的7月18号，社交媒体上曾流传的一段视频中显示，在俄军控制的卢甘斯克地区，一个大火球摇摇晃晃地从空中坠落，期间伴随着俄军阵地上猛烈的防空炮火的声音。这团火球之后呢，坠落在远处的林地，残骸于次日被找到，经过验证是俄军的苏34战斗轰炸机。至于为何在夜空中呈现大火球的形状，大概率是因为这架苏34携带了大量的燃料，被导弹击中后起火导致。事后经过调查呢，发现这架苏34是被友方导弹击落的，这操作属实强悍。总结来说呢，俄罗斯航空领域在经过一系列制裁后，已经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不论是维修还是制造新飞机，都已经跟不上国内和战争的需求了，不然呢，也不会让总统的专机去运尸体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正。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